大家好，我是刘荷花，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。今天的视频带大家来到我的花园，和我一起喝个下午茶，聊聊天。我们先来采摘一些待会儿做下午茶需要用到的梅子。我们搬到这个家之前，院子里已经有了3棵不同的梅子树。每年到6、7月份的时候，这个梅子成熟了，就会吸引来很多的鸟，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鸟的狂欢 party。这棵树是一棵叫 Dreamberry， 它的果实和蓝莓有点像，然后也非常的甜。我们就先来摘一些这个 Dreamberry。第二种梅子就是桑葚，美国人家里还有挺多人种这个桑葚树的，但是我感觉很少有人吃。有的时候我路过人行道两边就有这个桑葚树，然后那个树上的梅子都掉下来，掉到地上，被人踩过去就变成了一滩紫泥。但是这棵桑葚树真的特别的甜。现在呢，很多桑葚也成熟了，所以我们来摘一下。桑葚果成熟了，它就会变成黑色。然后没成熟的就是粉红色。这棵桑葚树呢，它特别的高，它越高的地方就会有更大的果子，但是我们摘不到，所以只能留给鸟吃了。那刚才2种梅子都是树，这个梅子是一个灌木，它叫 gooseberry， 其实和我们中国很常见的孤鸟是同一个属类。它的果实是这种非常晶莹剔透的红色，像红宝石一样，就是吃起来有点酸酸涩涩的，没有刚才那2种梅子好吃，但是用来做装饰还是很好的。这个是我今年从种子发出来的金鱼草，它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并没有用任何支撑的东西把它给架起来，所以它们都趴在地上。金鱼草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玩法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，就是它会说话。对，这个金鱼草就是这样玩的。这个花看起来太散了，我要用一下这个，就是一个 flower frog， 它这个大小很合适。今天下午茶菜单上的第1道甜点是水果塔。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一个这样的复古的面粉筛，所以我之前还从来没用过，今天来用一下，看看它好不好用。
那我们接下来做水果塔里面需要的蛋黄酱。先来热一下牛奶，170克的牛奶，加上15克的糖，小火。我们把这一锅将沸未沸的牛奶倒到鸡蛋淀粉糊当中，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倒得慢一些，否则你会得到一盆炒鸡蛋。边倒边搅拌。我们把这一盆再倒回去，还是小火，然后一定要不断的搅拌。你们觉得我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戴帽子奇怪吗？我也觉得挺奇怪的。我这个帽子是用帽针别在了头上，摘下来比较困难。我今天头发我也没好好弄，就只能在室内也戴着帽子。梅子给它分了一下，据说 gooseberry 的果胶含量很高，很适合做成果酱。果酱那边先让它煮着，烤箱也预热到华氏330度。这边我们可以来做塔皮。做塔皮，我在网上看了很多教程，都是用那种非常专业的模具做出来，形状非常的规整。我没有那样的模具，但是我有这个做马芬用的那个 muffin tin。尤其是我最近在二手店淘到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这种小樱桃的模具，它是陶做的，非常的沉。之前试了一下，用这个模具也可以做出非常好看的水果塔。330华氏度烤15分钟，然后在10分钟的时候可以把那些绿豆拿出来。这种下午茶三明治一定要把面包的边边切下去。果酱现在基本上已经凝固了，用它来做一个咸甜口味的三明治。果酱和火鸡，这个就是在超市买的火鸡胸。好啦，第二种三明治也做好了。等待塔皮凉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选一下待会儿下午茶需要用到的餐具。那这个柜子就装我古董盘子的收藏柜了。那我这些所有的盘和碗子没有什么名贵的，基本上都是1、2块钱在二手店淘的。最上面这层就是蓝色的青花瓷。那我这边有我最喜欢的碗，就是这个。
它是在俄罗斯制造的。它这上面的手绘的花纹非常的精致，非常的好看。然后我还很喜欢这个盘子，它是一个智利的工匠手做的。这一层的主题就是粉色和小碎花，然后这边还有我收集的一些陶瓷的小动物，就是非常的可爱。今天待会儿喝下午茶要用到这套茶具，还有这一套的盘子，非常喜欢它的形状和花纹。再往下一层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，没有一个主题。那我待会儿用一下这一套盘子，红色的花边，非常的可爱。再就是放在外边的这个茶杯和茶壶，它皮冷却之后就非常的容易脱模了，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拿出来。哒哒，这看起来还是挺完美的。组装之前还需要最后一步，就是做一个待会儿涂在水果上用的 glaze。那我这里呢用的是一个桃子果酱，这里有我腌制的樱桃白兰地，再用微波炉稍稍加热一下。今天喝的茶是荔枝红茶。忙了一天的下午茶，现在已经不是下午了，已经是晚餐的时间了。那么就趁着天还没黑，赶紧来品尝一下我们今天一下午的劳动成果。我一般喝茶和咖啡都不喜欢加奶或者是糖，因为一般喝茶或咖啡的时候都会配甜点嘛，所以我觉得有甜点就够了，我就不会再额外的加奶或者糖。先来尝一个三明治，这个三文鱼的三明治非常的推荐。然后这个水果塔看着太好吃了，我要赶紧吃一口。哦，好好吃。那今天原本的计划就是想着和大家喝下午茶，聊聊天。那因为最近频道加了很多新的粉丝，在 B 站已经有800多的粉丝，欢迎你们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万事开头难，对于做 UP 主更是如此。作为一个新人 UP 主来说，粉丝真的太重要了然后尤其有的时候看到大家成为我的铁杆粉丝 ，B 站发信息说有人跟我签了守护契约，然后我就好感动，真的就是哎呦有苍蝇，就是你们能这么看好我，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。然后我目前就是在 YouTube 和哔哩哔哩的2个平台嘛，然后说实话 YouTube 真的挺让我伤心的，才80多个，不到90个粉丝。我觉得应该也和我
选择的语言有关系，因为决定用中文来录这些视频嘛。如果你选择了一部分的观众群，可能不可避免的就会舍弃另外一部分的观众，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选择。我每次做完视频之后，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中英文的双语字幕，为的就是能够让我的内容吸引到中文和英文的观众。但是我真的觉得，就是 YouTube 对新人并没有很支持，新人 UP 主真的太难了，在 YouTube 上。所以如果你在看 YouTube，而且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值得超过90个粉丝的话，那就请你关注吧。你们可以数一数我一共删了多少次苍蝇。因为来了很多新朋友嘛，所以呢也想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，让大家更好的认识我。来美国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，定居在美国的密歇根州。之前的视频里面有人猜我是艺术生，你猜的没错。是的，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参加了艺术高考，然后来美国之后呢，也是上的艺术类的院校。那我是怎么开始喜欢上复古的呢？因为一开始呢是喜欢做饭，所以就想买一些复古的餐具，拍照好看，吃饭的时候也比较有仪式感。在美国这边买房子了之后呢，就开始往大件儿的方面发展，关注一些复古家具，然后看一些复古的家居装饰。再之后就是对复古时尚也非常感兴趣，开始自己自学缝纫，做一些衣服、裙子什么的。再接下来呢，因为这个房子是附带着一个花园，所以我就想也把这个花园好好的改造一下，就是改造成那种比较乡村田园风格的，有一点小复古的花园。所以这又是一个大工程。我的频道我给它的定位就是复古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包括衣食住行。我们再来尝一个 gooseberry jam 和火鸡，咸甜交织在一起，这个口感非常有意思。如果你喜欢咸甜口的，一定要做这个三明治尝一尝。刚才说到我这个频道的主题就是复古生活嘛，所以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。那我知道这个主题就算是比较的杂，其实对于涨粉来说，并不是最佳的选择。因为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涨粉快的频道都是说这个博主他非常的专精于一项，比如说复古主题，可能有的人只做复古的衣服，然后有的人只做复古的家居改造。但是我左思右想，还是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复古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我都不愿意舍弃，因为他们都是我的爱好。而且大家现在也知道，在做自媒体的这个环境当中，有的时候你花费了无数的心思做的一期视频，可能还没有人家吸引人眼球的图片和一个有争议的标题来的流量高。觉得这种事情也不能怪平台，也不能怪任何人。你看我自己也是，有的时候看见那种非常有意义的内容，我就会把它放到稍后观看，在收藏夹里吃灰。但是那种比较无脑的，只是娱乐性质的视频，我就会点开，然后一直刷，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觉得我做视频的初心，还是说想给大家带来有质量的内容。就是一开始做博主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还是太心急了，因为涨粉这种东西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就随缘吧。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习惯和别人比较，然后想着呀，为什么人家做的内容那么好，为什么人家涨粉涨得怎么那么快？但其实这种比较真的非常的没有必要，因为每个人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。你比如说，可能我2年之前有了想做 UP 主的这个打算。那可能别人呢，他在5年之前就开始计划，或者在10年前他都已经开始出视频了。我去年才买的房子，所以今年对我来说是第1年打理这个花园。我以前完全没有任何的侍弄花花草草的经验。那我家的邻居就是那个花园他弄了40多年，他告诉我说这个已经是一个慢工，我这个花园是40多年才变成这个样子的，所以你也不要着急。我想说的是，每个人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。去比较真的没有必要。那10年以后，我做的饭，我缝的衣服，还有我的家居装饰，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所以我的初衷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把我所热爱的东西分享给大家，吸引到一群有共同爱好、共同审美的人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主要是享受
拍视频做内容的乐趣和过程。好了，大家，这个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，我在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，这个蚊子之类的都开始爬上来了。好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。我是刘荷花，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，我们下期见。